你堂堂首富大小姐，怎么会要嫁给那穷小子？却因为爱上江之年，迟早会吃亏的。不惜叛出家门，成为一个普通家庭主妇。结婚8年，我们女儿已经5岁，我还暗中资助江之年的公司，让他事业有成，而他也从不与任何女人独处。直到老婆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江之年，昨天我洗澡洗一半就出来了，帮我搓背还不专心，是不是想挨打？他的继妹微婆，老公，这就是你给我准备的惊喜。老婆，她就是我跟你说的继妹。曲莫念，还不快跟你嫂子打个招呼？嗨，嫂子。行了，招呼我也打了，你该陪我去洗澡了吧？身为首富千金，我见过不少阿萨的继兄妹，想借兄妹之情混淆男女之别，这种事我绝不允许。老婆，他今天刚回国，然后手受伤了，我就帮他搓了一下背。你还说呢，我就让你给我搓个背，你怎么动手动脚的？说，你是不是想摸我屁股？我就是不小心碰了一下。不行，我要摸回来。石小姐，难道没有人教过你男女有别吗？你哥现在是我的丈夫，不是你们小时候了。哥，你看嫂子，我刚回来就给我一个下马威，从15岁开始，我哥就帮我搓澡了。他全身上下哪儿我没看过，就连他大腿上的印记也是我帮他搓的呢。这都过了多少年了，你提这个干嘛？老婆，要不我们还是先坐下来聊吧。老婆，默念是我从小看着她长大的，在我心里她就是个小女孩。你这么斤斤计较，是不是有点太敏感了？现在拿着你的东西从我家滚出去！老婆，就算我今天没有去接你和念念，你也没有必要把她赶走吧？我再说一遍，从我家滚出去！嫂子，你有必要这么小气吗？我和我哥那就是正常往来，根本没有你想的那么龌龊。是啊，老婆，我妹今天刚从国外回来，都没有时间收拾房间。你这么晚把她赶出去，她晚上住哪儿啊？所以你是选她了？选我怎么了？嫂子，你是外星人，不知道我和我哥的感情有多深。就算我要睡我哥10几年前早就睡了，根本轮不到你来接盘。你们要睡就去酒店睡，别在我家碍我的眼。哥，你今天要是不跟他离婚，就别让我这个妹妹。默念，老婆，你念念，记得让你妹妹把我穿的浴巾还给我，老公和衣服恕不外借。老婆，老婆，默念她回来没带衣服，我是看你这件衣服很久没穿了，我才借给她的。江之年，8年前你答应过我永不出轨，而现在却在浴室里为别的女人擦背，还是当着我和女儿的面。老婆，默念是我的妹妹，她住在我家，我帮她洗个澡搓个背，不是很正常吗？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以前的事我不管，但现在你是我的老公，我对你一心一意，不仅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女儿。老婆，你放心，以后你和女儿就是我的一切。我发誓，既然你不喜欢她，我以后一定离她远一点。好吧，既然你这么坦诚的话，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好，老婆，你先坐。老婆，你放心，这次机会我永远不会用上。江董，这个是小小姐的生日宴邀请函，时间呢是1周后。夫人说让您下午回家呀，帮忙布置一下。放那儿吧。哎，怎么还不走？哎，江董，这夫人说您之前都没参加过，这次啊，您一定不能缺席。我知道了。哎，好啊。
哥，啊？我不是说你回国很累，可以先回去休息的吗？我还不能来公司帮你了。某些人啊，真是有了嫂子就忘了妹妹。我这不是关心你，你这手怎么回事？能有什么事啊？都是我咎由自取。要不是那天我让你给我搓背，也不会惹嫂子生气，也不至于被赶到酒店里。到时候有了红疹，都是我活该。这怎么能怪你呢？那都是你嫂子自己争风吃醋。算了哥，到时候嫂子知道又要生气了，又要说我勾引你，难听得很。怕什么？难道就他一个人说话难听吗？你这腿上怎么也有红疹？你从小皮肤就比较娇嫩。走吧，我带你去医院看看。哥，我不去，我现在全身都是红疹，难看得很，我不想让别人看我。放心，那我帮你上药。明天他们都会过来。昨天我手受伤，你没能为我擦背，但今天我过年，你就为我全身上药。20年的血缘不是婚姻能阻隔的，天降爱情永远赶不上兄妹，什么亲遇都比不上亲人的身体安康。江之女，昨天你只是为他擦背，今天却连他全身都擦遍，这就是你答应我的，永远不用用上我给你的机会。既然你不信守承诺，那就不怪我，不留情面。哎，莫念小姐，我昨天还看你发的朋友圈，没想到咱们江总这么宠你啊！这还能有假呀？江总可就这么一个妹妹，不宠她能宠谁呀？算了，你们还是别这么说了，到时候被我嫂子听到了，可就不好了。哎，那怎么了？咱们江总还是能拎得清的。这兄妹如手足，妻子如衣服，这天降爱情呀，也比不上你们的手足之情，是不是？嫂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，你和我老公在酒店的朋友圈不就白发了？啊！嫂子，我发那个朋友圈就是为了感谢一下我哥，你为什么非要强调在酒店呀？你这不是毁我哥的清誉吗？要不你还是跟他们解释一下吧。解释？怎么解释？让别人老公在酒店给你上药，石墨念，你就这么缺男人吗？要不我给你介绍个牛郎，好好满足一下你的癖好啊！嫂子，我让我哥给我擦药，那是因为我就没有把我哥当男人，我们两个没有男女之防，我让他给我擦药怎么了？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胡闹了，嫂子？一个成年没有血缘关系的继妹，让已婚的哥哥为自己全身上药，你觉得这还是兄妹？嫂子，我知道你和我哥是结了婚，但是你也不能让我和我哥不来往吧？嫂子，我知道，我理解你，你是生了孩子之后没有安全感。那这样行了吧？我向你保证，从今天开始往后，我就再也不见我哥了。我现在就辞职。这也太过分了吧！这平时就说江总被他管得很严，没想到这么爱吃飞醋啊！莫念小姐不是说了吗？樊夫人生孩子得了孕期综合症，不仅爱胡闹，还是非不分。江总娶了她，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。你们够了！樊瑶成，是你够了。哎，这樊瑶成，你能不能别这么斤斤计较？江之年，你5年都没有陪女儿过1次生日，好不容易答应，却抛下妻女跟一个女人在酒店彻夜不归，现在还说我斤斤计较。不然呢？一个生日有什么好值得关心的？默念她都浑身过敏了。念念昨天在客厅等了你1晚上，她都感冒了。你妹妹比我和我女儿加起来还要重要，是吗？谁知道你连照顾一个人都照顾不好？樊成阳，就算念念感冒，也只能怪你。如果不是昨天晚上你把默念赶走，她也不会全身过敏，我也不会住1晚上酒店。所以你和你成年没有血缘关系的继妹擦药，擦完药又睡了1个晚上，
现在却告诉我都是我的原因，是吗？什么？默念小姐和江总没有血缘关系？哎呦我天哪，他们不是亲兄妹啊，那怎么还能够全身擦药，还彻夜不归呀？我开始还说他俩是兄妹情深，夫人胡闹，现在一看呢，都没有血缘关系，能是真兄妹吗？嫂子，你就非得在外人面前造谣我和我哥吗？我和我哥都已经在一起20多年了，我们行得正坐得直。而且我和我哥要是早有什么，早就有了，还轮不到你来接盘。石默念，你装的清白，那为什么非要我老公给你上药？是整个江城都没有女人了吗？那是因为我的身体比较敏感，别人碰不了我就难受。而且这10几年来都是我哥给我擦的药，以后也会是我哥给我擦药。江之年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默念他都要辞职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范成阳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以后默念再出任何事儿，我就跟你离婚。不用离婚，从今天起，我和我女儿就搬出这个家，让你分居。那天后，我带女儿搬出了家。既然江之年选择迟默念，那我们就给他一个冷静的机会。但我没想到，他根本就没想过回头。这些都是他和沈默念一起的照片。夫人，江总也太过分了，他怎么能因为一个继妹跟你闹分居呢？跟继不继妹的没有关系。江之年这种人，他只要想出轨，任何人都能成为他的借口。在我离开这家之后，江之年彻底暴露了本性。他和迟默念成双入对，形影不离。我委托律师调查，却得到他们越来越胆大妄为的信号。大胆的第一次比基尼双人浴，你陪我小，我陪你老。从羞涩到成熟，你看到我身材是否会脸红心跳？山顶露营晚上好可怕，还是在哥哥怀里睡得安心。早安，我的总裁哥。江之年，是你没有珍惜机会，我们的婚姻已经进入坟墓了。妈妈，明天就是我的生日，爸爸会不会来啊？爸爸当然会来啊，妈妈给爸爸打电话好不好？好。江之年，你看我穿这个怎么样？哈，挺好看的。那我们走。走。哥，这可是女士内衣店，你就站在门口，可不许偷看呀。我们都10几年了，你什么样我没见过呀，不屑得看呢。你不看就不看。好疼！先生，这是女士试衣间，您不能进去。哥，我后背被夹住了，我好疼，你快来帮我。我们是兄妹，在我眼里他就是小孩，我凭什么不能进去？先生，真的不行，我们店里有规定。够了！我在你们店里给他买了10年的内衣，他所有的款式都是我亲手给他穿上的，用你们多管闲事。妈妈，为什么姑姑让爸爸给她穿衣服呀？念念，你先去车上等妈妈好不好？妈妈等会儿就去找你。好。哎，女儿，你终于舍得联系我了。爸，萧宁家的光浩大厦是你的产业吗？江之年出轨了，我要你这些年把他出入内衣店的监控全都调查过。没问题，你放心，这大厦所有的监控录像我都有备份，我保证不会漏过一帧。
抱歉，江总，您是我们店最尊贵的顾客，您可以和池小姐参与我们店的真心话活动，只要你们说出埋藏在心底最深的一件事，就可以免费获得礼品。不用了，我不缺钱。哥，不要嘛，我想参加。好吧，那我帮你挑一个。你觉得我做过对你最好的一件事是什么？这还用问吗？当然是1年前我在国外率先体验一下当母亲的感觉，你就连夜出国来给我一个孩子啊！这难道还不够好吗？要送就送一个孩子，这才是真正的兄妹，这才是一家人啊！江之年，原来1年前念念发高烧联系不上你的时候，你居然跑到国外和你妹妹苟合。不过哥，虽然我愿意帮你生孩子，但是我可不想带孩子，带孩子又脏又累的，而且还要给小孩换尿布，恶心死了。放心，当哥的还能不满足你吗？既然你嫂子有带孩子的经验，以后咱们的孩子就让你嫂子带吧。你还说呢？就凭嫂子那个吃醋劲，到时候不把我们的孩子扔出去就不错了。你以为江念念的念是谁的念啊？池默念。8年了，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。樊瑶城不过是你的替身罢了。江之年，是你先抛弃妻女，伤害我樊瑶城的人，我一定会把他送进监狱。破镜难圆，一刀两断。江之年，既然我一开始就是你选中的替身，那从此刻起，我便亲手操办你们江氏兄妹和江氏集团的造反。樊小姐，我是听老爷的命令来为你主持离婚事务的。你确定要启动竞争协议，对江氏集团百倍索赔？我确定。樊小姐，这份合同里面还可以启动无限制索赔机制，这样不仅你丈夫的公司，还有他的一切财产都会在24小时之内成为你的所有物，而且他的余生都会为欠你的巨额债务偿还。启动无限制竞争索赔协议，我要亲手夺走江氏兄妹的一切。另外，再帮我准备一份离婚协议，在明天之前给到你。我要在我女儿的生日宴上，当着江城所有人和江之年离婚。思念哥，还是你有办法。要不是你把念念的生日会改成我的认亲仪式，我还不知道该怎么样混进集团高层呢。你的事儿当然最重要了。念念她还小，以后过生日的机会还多着。不对啊，这横幅怎么还没换啊？耳朵都聋了吗？是。念念，今天是姑姑认亲的大好日子啊！你叫姑姑一声妈妈，好不好？我好姑姑，我有妈妈。江念念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不要，我有自己的妈妈。小孩子不懂事。哥，今天可是我认亲的大好日子啊！你可别训念念，把念念训哭了，小心我跟你没完啊！好，我就知道你最心疼念念了。念念，还不快跟姑姑道歉？嫂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？石默念，你以为装无辜就有用了吗？下次我再看到你的脏手放在我女儿身上，我就砍了她。樊成瑶，你够了！我不够，江之年，这就是你说的要对女儿好，把女儿的生日宴改成你情人的认亲仪式，
还要为伤害他的人出头。樊城瑶，你闹够了没有？默念只是想跟孩子打个招呼。再说了，他今天刚回国，跟孩子亲近一下怎么了？就是你把孩子教成这样，干什么呢？啊，哥，算了，我不知道嫂子这么敏感，都怪我，早知道我就不应该碰念念了，这样也不会让嫂子有产后抑郁了。石默念，你现在还在装兄妹之情有意思吗？你就不怕我把你们的奸情公布出来？今天是默念回来认亲的大喜日子，我妹妹20年的清白，怎么能让你随意诋毁？清白？江之年，要是真的那么清白，那你怎么会让你的继妹怀上你的孩子呢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樊瑶成，你别血口喷人，我和我哥就是正常的往来。念念，妈妈要处理一些事情，你先回家等妈妈好不好？好。放。当然是1年前，我在国外收吴郎，想梧桐当妈妈，他就连夜出国送我一个孩子。那你得把他原来的女儿给我，要不然他偏心怎么办？那当然，你以为江念念的念是谁的念啊？迟默念。樊城瑶不过是你离开我的替身。哼，来，这我就说哪有继兄对继妹这么亲密的？他们两个果然不对劲，表面上哥哥妹妹的，背地里连孩子都搞出来了。我呸！樊城瑶，你凭什么偷拍我和默念？这是我们的家事，你为什么要毁我妹妹的清白？家事？江之年，从现在起，我跟你没有家，因为我要跟你离婚。樊城瑶，我跟你分居半个月是为了让你好好清醒一下，你怎么越来越疯了，还想着跟我离婚？江之年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耍什么威风？你要不要看看你们江家还能丢脸到什么地步啊？江总，刚才樊小姐发的视频和录音都是真的吗？你真的给你的继妹送了一个孩子？你说樊小姐不过是你心中继妹的替身，你觉得你这样做对你的发妻公平吗？你是不是耽误了樊小姐8年的青春？你是哪一家的？你给我滚出去！信不信我让我哥封杀你们？耳朵都聋了吗？保安，保安呢？把他们给我赶出去！江之年，别挣扎了，这儿没有保安，这里都是江城有头有脸的人物，难道你还要堵住他们所有人的嘴不成？江总，你女儿的生日宴，只有你太太一个人忙前忙后，你反手就把它变成你继妹的认亲宴，不觉得自己不要脸吗？迟默念小姐，我刚刚听说您和江总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你却勾引结婚继兄生下孩子，请问你是故意当小三，还是说单纯喜欢小三这个称呼啊？你们给我滚！你们全部给我滚出去！陆续走。樊耀哲，你把我和我妹妹害成这样，你还要怎么样？滚开！我害你？江之年，我只不过是把你说过的话、做过的事都放了出来而已。你要是没有做亏心事，何必这么害怕呀？还是说你现在还要说你跟迟默念是好哥哥好妹妹的兄妹情？老婆，我知道你现在很没有安全感，但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没有背叛你。江之年，都死到临头了，你还嘴硬？老婆，你现在先让这些人走，等到回家之后，我再慢慢给你解释，好不好？当然不好。江之年，你还想解释什么呀？你是说我们在座所有人看到的、听到的都不是真的，而你信口胡说的才是真相？老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想回去之后
用孩子求情，威胁樊小姐。我倒想听听他怎么解释。解释他妹妹肚子里的孩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哎，老婆，这件事情确实是我做的不对，但是家丑不可外扬，你能不能让他们先走？念念也是你的孩子，如果这消息要是传出去，念念以后还怎么见人？滚！老婆，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一会儿给你满意的答复，好不好？哥，你干什么要跟他好好说呀？你凭什么要跟他解释啊？不错，我也不需要解释。范瑶成，你知道这些到底是为什么吗？就是因为这8年来，你根本没有尽到一个妻子该有的责任。你怀孕以后不让我哥碰，我作为姐妹帮他一下，怎么了？默念，你别说了。我就要说，我们俩是继兄妹，又不是亲兄妹，睡觉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仅睡了，在你怀孕的时候，我们还天天睡。傅瑶成，你敢打我？我打你怎么了？你敢当众说你偷人，我作为正妻还打不得你这个小三了。樊瑶成，你骂我打我可以，但你动我妹是怎么回事？我不仅打他，我还要打你，连你一块打。你们一个个男盗女娼，还非要假装自己清白兄妹的戏码，我早就看够了。我今天就要让所有人看一看你们到底有多恶心。樊瑶成，你疯了吧？我堂堂一个大总裁在外面睡女人怎么了？再说了，我出去外面又没有乱搞，是你怀孕没办法履行职责，我睡个女人怎么了？江之年，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说得很清楚，我又不是一直出轨，只是你不能跟我睡觉的时候，我跟默念同个房罢了。难道我还不够爱你吗？就是啊，作为妻子，你不履行自己该有的义务，那我这个继妹来帮你，你不感激我也就算了，怎么还在别人面前诋毁我呢？你不觉得羞愧吗？好，石默念，我还真是低估你跟江之年的脸皮了。既然你们颠倒黑白，那我倒要问问，你们说只有我在怀孕的时候和分居的时候才睡在一起的，对吗？不错，范瑶成，要不是你作为妻子的缺位，根本就不会有今天的事。放。哎呀，你看，还有照片呢。那我是怀孕了10年吗？从15岁开始，这10年来，你和池默念出入内衣店的亲密镜头都是假的吗？10多年，从15岁就开始了，这男的还真是不要脸。这女的也是甘之如饴，我看呀，这2人根本就是奸夫淫妇，天生一对。我呸！快把这些拍下来，把它发到网上去，我要让他们被所有人唾骂。樊瑶成，我原本念着咱们夫妻感情不想跟你置气，但你现在放这些照片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夫妻一场，你还跟踪我，怀疑我，把我10年前的照片都给放出来了。你都敢出轨，难道我还不能当众放这些照片了？就算知道了又怎么样？对，我跟我哥就是睡了，而且比你们2个之间的时间还要早，那又怎么样？那还能怎么样？当然是在这场宴会上当众曝光你们。范瑶成，我和我哥是真心相爱的，要不是我出国了，你以为你能有机会和我哥结婚吗？你就偷着乐吧。那这么说，我还要感谢你了。不然呢？按照先后时间来算的话，你是后认识我哥的，在古代，你这应该叫个妾啊！你是不是还得应该给我下跪敬茶行礼啊？继续放。哥，恭喜你和嫂子终于结婚了，能娶到嫂子这么好的对象，你可是8辈子烧高香。要是以后敢对我嫂子不好，我就撕了你啊！我的天哪！石默念，看到了吗？当初可是你求着我跟你哥结婚的，你又看看你现在是什么德行？你就这么贱吗？那么喜欢当小三儿？还是说你就喜欢娶了老婆的男人啊？够了，樊瑶成，还不够丢人吗？我不够。江之年，你以为你是什么冰清玉洁的人吗？你们2个，一个西门庆，一个潘金莲，都不是什么好货。
樊瑶成，我承认我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，但我只是在处理兄妹关系这一点出了一点问题。你至于这么咄咄逼人吗？江之年，你现在知道你处理不好兄妹关系了，那你当初是怎么跟我保证的？你说你和池墨念之间清清白白，都一起睡了10几年了，还清清白白？我呸！真是侮辱了兄妹这个词。像这种假兄妹我见多了，就是年轻时犯了错，然后故意隐瞒，让别人接盘，真恶心。江之年，你现在知道你有多恶心了吧？够了，樊瑶成，这次算你赢了。如果再这样的话，我可就翻脸了。没错，樊瑶成，你现在身上吃的、用的，哪个花的不是我哥的钱啊？要是你再这样下去，连你女儿也捞不着好。软的不行，开始来硬的了是吧？不过我不怕。江之年，就算你撕毁了离婚协议，我也有办法。今天这婚我离定了。你还准备了有备份呢，樊瑶成，你真是疯了吧？为了这点小事就要跟我离婚呢？江之年，你背着我和你继妹出轨了10几年，你现在居然跟我说这点事是小事儿？樊瑶成，你作为豪门媳妇，该学的第一课就是忍耐。妄念说的没错，我理解你现在没有安全感，想得到我的关爱和宠爱，但我告诉你，离婚这种手段用一次可以，用多了只会让我感到厌烦。江之年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恋啊？你真以为我跟你离婚是胡闹，是为了让你再爱我一次呀？我告诉你，我樊瑶成离开你，会让你们高攀不起。够了，樊瑶成，默念是我10多年的继妹，你非要看着我俩老死不相往来才行吗？不，以后你跟池默念可以天天睡在一起，因为从此以后，我跟念念再也不想看到你们2个令人作呕的人。樊瑶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离婚就离婚，带孩子走是什么意思啊？樊瑶成，江念念她是我们江家的孩子，你一个家庭主妇带着女儿，能给她什么好的教育啊？樊瑶成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婚可以离，但孩子必须留在我们江家。把江念念留在你们江家，是等你和池默念生下孩子后再欺负她、打压她吗？你说话太过分了，你凭什么污蔑我和默念会做出这种事？哼，那还用说吗？江之年，你把女儿的名字起名为念念，不就是默念的念吗？我听到了，刚刚视频里面江之年亲口承认，他就是把樊小姐当成池默念的替身。像这样的渣男渣女，要是把孩子留给他，还不知道要受多少罪。樊小姐，我们同意你把孩子拿回来。你听到了吗？今天孩子的抚养权必须是我的。你如果不跟我离婚，我就把你和池默念出轨的事情放到报社，让你们俩身败名裂。樊瑶成，你够了！你成天就知道争风吃醋。你现在是江家的人，你知道这件事如果爆出去，对我们江氏集团的影响有多大吗？不错，樊瑶成，你心里只有你自己，根本就没有我哥和女儿。樊瑶成，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，你以为你不顾一切我就拿你没办法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只是因为我对你的爱一直在容忍。你信不信只要我一句话，我就让你的计划全部化为乌有。江之年，你可以试试。诸位，我江氏集团已经拿到了首富家族樊氏的1000亿投资，各位如果还想在江州混的话，应该知道怎么做吧。这樊氏真是瞎眼了，竟然投资这么一个渣男。樊氏可是首富家族，有了他们的支持，这江氏集团还不是为所欲为？江之年，你可知道樊氏集团的1000亿投资是我千辛万苦在我爸那求来的？你不仅背叛我，还利用我的权利来掩盖你和池默念的奸情。这一次，我要让你失去一切。老婆，你都看到了吧？你老公可是连樊氏集团都能看中的人中龙凤，风流只是我的一个小毛病罢了。是不是我最近对你的关注太少了？我答应你，以后每周我都抽出1晚去看你和女儿，好不好？嫂子，我劝你还是见好就收吧。我哥都已经对你说好话了，再闹下去，
可就没有办法收场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回去吧。今天的事我可以当做没有发生，但是你要记住，我江家的名誉不是你争宠的工具。不错，樊耀成，要是再有下次，我哥可就要把你扫地出门了。樊耀成，你真疯了吧？我在想，你们两个怎么做到普通又自信？我从来就没有看上过你们江家的财富和地位。我来这里唯一一件事，就是让你们俩身败名裂。嫂子，你怕是不知道樊氏集团吧？连一个工作都没有的家庭主妇，离开我哥，就只能做保姆的下等人，哪来这么大的口气啊？好了，樊耀成，今天的事到此为止，现在立刻回去，要不然我让你净身出户。江之年，我可算知道什么叫做白眼狼了。我养了你8年，不断求资源，把江氏从小供养到大，你竟然让我净身出户！嫂子，我知道你生完孩子之后有了产后抑郁，但是你也不能胡说八道吧？你一个家庭主妇，怎么给江氏集团拉来的投资啊？樊耀成，商场投资不是去商场买菜，不是给客户随便发发消息，就过节问候一下就够了。算了哥，你也别跟嫂子说了，我看她呀，应该是这里出了问题，我们还是赶紧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吧。默念，还是你看得清楚啊？咱们居然跟一个精神病聊这么久，真是太蠢了。大伙儿都看清楚了吧？我老婆因为产后抑郁得了这个抑郁症，所以捏造了这些事实来污蔑我。大家出去应该怎么说？心里应该都知道吧？还能怎么样？来人，把这个女人送去精神病院！我看谁敢！江之年，我以前只以为你出轨是个绣花枕头，没想到你居然是个这么恶毒的人渣！老婆，我知道你现在精神出了问题，你放心，你现在说的任何话我都不会记得。等你进了精神病院，你就知道该怎么跟我说话了。爸，你都听到了吧？我要求你立刻撤销樊氏集团对江氏集团的投资，我要让江之年失去一切，彻底身败名裂。女儿，你放心，我马上到。我倒要看看江之年他是怎么把我女儿送进精神病院。老婆，你发病真是越来越严重了，还叫樊氏集团给我们撤资啊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樊氏集团的嫡女吗？一个电话，一声令下，取消和我们江氏集团的合约。没错，我就是樊氏集团的嫡女。樊耀成，你真以为你姓樊就能随意攀附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因为你今天的行为让我很不爽，我决定以后再也不让你见到女儿，下辈子你也只能住在精神病院。我看谁敢把我女儿一辈子送进精神病院！女儿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受到什么委屈了？爸，我没事儿，是女儿不孝，那么多年都没有去看过你。只要你过得好，没见我没关系。江之年这个混蛋把你害惨了，这一次我肯定不会让他好过。樊耀成，你要请演员也请个专业点的好吧？请这么个穷酸老头，就他这样，能说动樊氏集团制裁我们江氏集团吗？我怎么这么不信呢？哥，说不定不是演员，你看他们俩那么亲热，说不定是嫂子找的干爹呢。好你个樊耀成，整天说我出轨，原来是你以己夺人。就凭你婚内出轨这件事，咱俩离婚，你1分钱都别想拿到。对，没错，而且不止你1分钱别想拿到，你还得把我哥这8年来给你花的钱都还回来。住嘴！哟，这老头还挺会保护自己的小三儿啊，捡个垃圾真当破烂了。你知道我睡了他几年吗？8年。你敢打我？你知道我是江氏集团的总裁吗？
打的就是你江氏集团的总裁。知道我背后站的是樊家吗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樊瑶成的父亲，樊罗成。按规矩，你应该叫我爸。老东西，你发什么疯？就算你是樊瑶成他爸，你凭什么打我哥？樊瑶成，你为了一时之气，纵容你爸这么对我，你知道得罪我的后果吧？你付得起这个代价吗？江之年，你说错了，是你得罪不起我爸。樊瑶成，你装什么呢？结婚8年了，你什么底细我不知道？你爸不就是个普通的农民工吗？现在让你爸装富人，装得像吗？哥，我看他就是想给他爸戴高帽，到时候离婚多分点。你可千万不能上了他们的当啊！放心吧，我江家的钱没那么好赚。既然他想占我的便宜，那我就让他在江家8年的。哥，没错，不仅这8年的付出要全部吐出来啊！你生的孩子还有我哥一半基因，你是不是还得把精子钱也给我哥呀？你敢打我！我樊罗成平时与人为善，不打女人，像你这种下贱的女人就不配做人。哥，你快为我报仇！你敢打我妹妹？行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给樊家打电话，我让你们下辈子就得在街头上当乞丐。不用打了，我就是樊氏集团的总裁。什么？樊小姐居然是樊氏集团独女，那她岂不是一句话就能让江氏彻底消失？我们现在根本不用怕被樊氏封杀，甚至可以上网曝光这对人渣。这些墙头草眼睛都瞎了吗？我堂堂一个江氏集团的总裁，你们不信，去相信一个家庭主妇请来的演员？不错，樊氏集团董事长是何等人物？一个浑身穿假名牌的老头，也想冒充樊氏集团的总裁？江之年，石墨念，我现在也懒得跟你们2个井底之蛙争辩，反正从今日以后，江州的商业集团必定再无你们江氏的一席之地。虚张声势，你也就这点吹牛皮的本事了。你要是真像你这么说的，那我现在公司的股价是不是应该也掉了？对哥，我们来看看我们江氏集团的股票怎么又涨了？你说这樊氏集团的董事长说话是不是不灵啊？喂，江总，不好了，咱们集团的股市现在已经开始下跌了。什么？哥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说江氏集团的股票是龙头企业吗？怎么会突然停跌啊？难道这是真的？樊小姐真是首富千金，她爸也是真首富。樊小姐刚刚说要让江氏集团在江州除名，现在江氏集团的股价就直接跌停了。哥，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哦，樊瑶成，我还真是小看你了，没想到在我身边这么多年的秘书都被你买通了，请了这么多演员，花了不少钱吧？樊瑶成，原来你们是串通好了，想要骗我哥，谋取我哥的公司。我告诉你，这是做梦。石墨念，你们怎么死到临头了还不行？你们就不能睁开眼睛看一看吗？我死到临头了，樊瑶成，你就算装也要装像一点吧。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为什么我那些合作的公司现在没跟我解约呢？喂？喂？江之年，我们鼎盛集团和你们江氏集团的合作到此结束。哎，李总，李总这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刚刚银行的人也给我打电话，说我们江氏集团的融资出现了问题，要给我们停贷。什么？江之年，你现在知道什么叫做自作自受了？现在正好12点，明天这个时候就是你们江氏集团彻底崩溃的时候。江之年，你伤害了我跟女儿8年，那我就用这8个小时，让你们江氏集团彻底灰飞烟灭。女儿，我们走吧。这种低劣之人，看着他们死，脏了我们的眼睛。
哥，嫂子她该不会真是樊氏集团的嫡女吧？是不是我害了你？放心，我跟你嫂子在一起8年了，她什么样的底细我不知道吗？她就是故意让宴席上这些宾客在网络上散播谣言，从而降低我们的股价。那这么说，我们江氏集团的股价下跌，跟她没有任何关系啊？没错，我们2个人出轨的事儿，现在在网上已经是热搜第1了。那些投资人就是看到这些消息才撤资的。没事儿，我已经请了樊氏集团的投资人，只要等他一到，我们公司的股价就会立马上涨，说不定还能大赚一笔。那他们刚才说的那8小时的时限也是假的了，因为我们江氏集团的股价根本就没有问题。等这段风头过了以后，我们江氏集团在江州的企业当中照样还是龙头。樊瑶成想通过这件事来吓我，在离婚时多分财产，简直就是白日做梦。哥，樊阳成刚刚和他爸该不会是回别墅搬东西去了吧？有这个可能。走，跟我一块回去。这一次我要让他净身出户，女儿和钱一样都带不走。女儿，这8年你就住这地方，也太委屈你了。爸，也怪女儿识人不清，如果当初听你的话，也不会落得如此田地。江之年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把你害惨了。你放心，爸一定会替你出这口恶气。你就带着念念跟爸回去住吧，这些破东西咱们就不要了吧。不，江之年这些年的生意都是我给他介绍的，既然他背叛在先，那我就什么都不给他留。待会儿爸爸就通知司机，咱们一块儿回去住吧。住手！樊大小姐，刚刚在宴会厅的时候，你不还是挺得意的吗？啊，说自己是什么首富樊家的嫡女啊？怎么还要回来偷偷我哥的东西吗？哼，樊瑶成，要不是默念提醒我，我还真没想到你在宴会上虚张声势是为了偷偷转移财产，这下人赃并获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啊哥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入室盗窃可是要坐牢的吧？樊瑶成偷了咱们家这么多东西，那他没个20年，监狱应该也不会放他出来吧？没错，没错，这别墅里的任何一件东西，没有一件是低于60万的。樊瑶成，你真是送给了我一个好把柄啊！嫂子，你放心，到时候等你入狱了，我会好好帮你照顾念念的，一定不会让他知道有你这么一个当小偷的亲啊！江之年、石墨念，你们俩还真是厚脸皮啊！先不说这个别墅是咱们的共同财产，就算是离婚，那也应该是属于我的。你凭什么厚脸皮说是你的东西啊？就凭你会净身出户，樊瑶成，你不过是一个家庭主妇，以为在宴会上装首富嫡女就能吓唬我？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我江家的钱，你一分都别想拿走。对了，嫂子，鉴于你刚刚在宴会厅的表现，我和我哥一致决定让你净身出户。你现在知道后悔了吧？如果当初你要对我和默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说不定现在还能住在这个别墅里面休养。现在只能在街头当乞丐了吧？你们凭什么欺负我？难道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没钱没势的家庭主妇？一点不错，这个社会就是弱肉强食。樊瑶成，你不过是一个家庭主妇，本来就只能做我的附庸。就算我江之年出轨了又怎么样？我江之年有钱。好，江之年，谢谢你让我知道了我这8年的付出有多天真，有多恶心。那好，既然你们欺负我这个没钱没势的家庭主妇，那我这个家庭主妇也欺负欺负你们，让你还有你们兄妹俩彻底失去一切。
范瑶成，你疯了吧？你拿什么和我对抗啊？就凭我在宴会上让你们江氏集团的股价跌停，还不够吗？不过是一些桃色新闻罢了，能维持多久啊？这个世界是权力和财富的世界，我告诉你，3天时间，我让我们江氏集团的股价重新涨回去。哥，嫂子，你要知道，现在有钱人哪一个没有一点桃色新闻啊？而且大家也都不会在意啊。就算你今天在宴会厅得意了一下，把这个事情公之于众，爽了一下，但是那又怎么样呢？你到时候还是要回归到底层人民的生活，而我和我哥还是要在大平层里面潇洒度日呢。你们说的没错，但你们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，我不是什么家庭主妇，而是货真价实凡世嫡女。樊瑶成，你够了！你到底还要用这个身份装多少次啊？我装？那不然还是我装啊？樊家嫡女的身份是何等尊贵，别说你了，就连我见一面都难。你不过是给我当了8年保姆的全职家庭主妇罢了，你拿什么和樊家嫡女比较？年老色衰，不堪入目。哥，好了，他现在已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无法自拔了，你跟他讲不通的。对了，哥，你不是说待会儿樊氏集团的投资经理要来吗？到时候有他做靠山，把我们江氏集团的股票直接抬起来，到时候再告诉他有人冒充樊氏集团的嫡女，你说樊瑶成这不就完蛋了吗？没错，樊氏集团最看重的就是企业形象，像这种毁坏樊氏集团声誉的人，一定会受到严惩。樊瑶成，你这一次彻底完蛋了。江之年，江之年，你刚才说谁完蛋了？刚才在宴会上没把你训斥够，你敢在我的面前威胁我的女儿？老头儿，你跟你女儿真是行骗的一路货色。怎么着？以为在宴会上虚张声势就能吓到我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们俩谁都别想走出我们江家的大门！放肆！老东西，你敢打我？我不仅打你，我还赏你一巴掌！我操！哥，这个家伙他老糊涂了，咱不跟他一般计较。等会樊氏集团投资经理就来了，到时候这2个骗子都得完蛋。行，老东西，你给我等着！喂，樊经理，您到了吗？那麻烦您快一点啊！这儿有2个人冒充你们樊氏集团的人，有一个冒充樊氏集团的嫡女，还有一个敢冒充樊氏集团的董事长。我刚才已经被这2个人打了好几个巴掌了，你一会儿来一定要替我出气啊！哎，好的，樊经理，我等您，放心，我一定拖住他。你们2个骗子都听到了吧？樊氏集团的总经理马上就要到，等他来了，你们2个骗子就会被抓去警局。樊瑶成，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毕竟看在你伺候我8年的份上，突然把你送进监狱，我还突然有点舍不得呢。要不这样吧，你现在跪下来和我和默念磕头道歉，我就原谅你。行吧，谁让你是我嫂子呢？那这样，嫂子，只要你答应我以后好好做好你当妻子的本分，到时候我哥去你房间，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刚刚我爸没打你，小脑萎缩开始胡说八道了是吧？就让我来治一治你。是谁敢冒充我樊氏集团的大小姐呀？哎，小姐，樊经理，就是这个女人冒充樊氏集团的嫡女，我刚刚已经狠狠地羞辱过她了。你是说这位樊小姐是在冒充我们樊氏集团的大小姐？没错，不只有她，还有一个老头还在冒充你们樊氏集团的总裁。他爸也来了。
樊经理，我就是冒充樊氏集团总裁那老头。樊经理，你好威风啊！我看你怎么惩罚我。江之年，是谁告诉你我们董事长和大小姐是假冒的？真是狗眼看人低，有眼不识真龙啊你！樊经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没听清楚吗？刚才已经说过了，这位樊小姐就是我们樊氏集团的嫡女，而她的父亲当然是我们樊氏集团的董事长。完了，老婆，老婆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胡言乱语了，我再也不乱说话了，老婆，我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老婆，你打我说明你还爱我，对不对？老婆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打你，是因为我嫌你脏。你现在的行为在我眼里就像一只烦人的苍蝇。江之年，你别痴心妄想了。这8年，我女儿为你付出了一切的代价。从今天起，我樊家和你只有仇恨，没有感情。祸进南园，江之年，是你先背叛我在先，那你就不要怪我不留情面。我之前说过，给过你8小时时间，现在时间也到了，你还有你妹妹的公司，以及你们名下所有的财产，都会在24小时之内转移到我的名下，而你也该出去了。我不信，老婆，我不信，你还戴着我们结婚的戒指呢，你还爱我对不对？我们还有一个女儿呢，老婆。女儿？我堂堂首富嫡女会养不起一个女儿？至于这枚戒指，对我而言，就像和你以后的人生活跟我毫无关系。樊经理，麻烦你处理后续，江氏的一切财产都归我女儿管。至于无关紧要的人，他们也无法赔偿我樊氏集团的债务，也该抓去坐牢了吧？是。